从第一架一起飞摔，到第二架起飞之后不太稳定的降落，因为它伤了起落架。到了第三架，它确实在我学长跟我朋友之间的面前稳定的降落。所以这样前后也花了1年多。其实不是说你把一个作品做出来，它可能是个模型而已，静态模型，但是它不一定能飞，而且飞起来可能是不安稳、危险的。对，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精进去修改。听起来也是钱堆出来的。对啊，其实不可以说吗？这个机器就一开始就先请林大哥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对，自我介绍一下。玛雅各位同行大家好，我姓林，我就叫我嘉南就 OK。我对航空模型大概已经琢磨了将近30年左右。那从一开始飞行到后来，因为像国军这边也一路生产像 IDF 啦、永鹰啊这一些非常喜欢的一个机型所以后续就借由学长的一些教学啦，教我如何设计。那在之后就生产得出这个 IDF 跟永鹰的部分。第一次接触飞机是什么时候？我接触飞机大概在我五专1年级的时候，因为社团的部分，我在学校参加了树德航空研习社，我是树德工商专校毕业。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学会了做模型跟飞遥控飞机的部分，那一直在延续30年。那再来就是在学会如何做设计。当然，其实你看旁边还有钓竿我才跟我学长开个玩笑，就是我其实刚开始是要找钓鱼社的，有钓鱼社倒了，就后来又辗转来到航研社，那就一直投入这样，就持续一直30年。当然往后也会一直下去的。平常在哪里飞啊？我平常大概都会到虎尾的农博那个场地，因为那个场地比较空旷，它飞行的时候比较安全，而且空域也是 OK 的，它是允许。对，大概都到那个区块去做试飞。那当然，如果说台中这个部分可能在一江桥或者是亚拓的那个专门的飞行场，我的飞机是用3D 列印做的。那3D 列印的飞机，其实它因为我们列印的材质，它是有点半透明或不透明的呈现的状态。那其实一架飞机的精髓，我常讲它的精髓在于它要透明的座舱罩，你才看得到它的飞行员。那像这作品上也看得到有几位飞行员在上面，那还有它整个透明的感觉才是其实我们在现实中看到飞机的样貌。所以后来我就将这些3D 列印的建模之后，再把它做成那个我们石膏模，再重新做翻模，那再用那玛雅的这个 PET 的 0.8mm 的模料去把它做热成型。那在经过剪裁之后，才呈现出这种很贴近现实的一个状态，这样。尤其像飞机，它有双座型跟单座型刚好还好这架飞机的设计，它是有2个座舱罩做分离的动作，所以其实我比较 care 的是它单一弓箭长度它能成型的大小。那长度第一个取决 OK 之后，再来就是宽度，因为你模料要拉伸嘛大概就是只有这2个部分要去确认，那来选用你的机子。永鹰一台是还没经过彩装的，那另外一架是彩装之后的永鹰的状态。那编号当然上面机尾的编号都看得到那个这是我近期就是花一些时间去在假日期间或夜间，就下班之后，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就投入自己的嗜好，在这边把它就陆续的从3D 建模，那你把它转成 STL 档，再转成列印档。那再转成 G 扣跑3D 列印，那之后再组装之后再重新喷漆之后就等待试飞。对，这个大概是近期最得意的作品，当然就是这两件飞机的部分。飞行爱好者他飞机越多越好嘛只要我几乎够大，那要几架有几架这样。那当然我就一架就是我们黄鹰的部分，那一架是永鹰的部分。其实它都是永鹰，都是我们的新式高教机。初学者想要用这个座舱罩是推荐的吗？当然推荐但是其实首先你真的需要会3D 建模。你倒包的部分，像那个模料没有办法脱模的部分，其实我有遇到。那当然你可以从你的建模的部分才重新做修改，那让它比较好脱模的动作。在初学者部分，你就先建立自己的3D
绘图的能力。那当然尝试着把它出料之后，把它成型之后，再经由玛雅德的机子做热成型，那确认它是可脱模的，而且是那个它的透明度是 OK 的。好，那这个部分当然是可以持续一直操作下去这样。做仓照其实你只要在模具有的情况下，其实做一个大概2-3分钟内，包含机子的待机加热，哦，那加热之后你其实模具你一有直接热成型，大概2-3分钟内就可以产出一个。那当然事前的工作你可能要花个1-2天、2-3天，开始做3D 绘图跟建模的动作。新手想飞的话，有没有什么管道？飞机吗？对呀。哦，飞机，应该说，各位应该没有看到这个飞机上面有螺旋桨吧？对，所以初学者其实应该先从桨机的部分开始做学习，因为毕竟它的速度比较慢，哦，它的机翼也比较厚实，不像这种比较喷射型的架构，它是比较偏薄的，而且它相对它的速度可以上100公里的时速在飞行。所以初学者的话，应该是尝试像我们那个2次大战的那些飞机或练习机、高翼机的部分，它是有螺旋桨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比较 OK 的。那对于你的操作学习也比较容易的。当你会绘图，你也知道如何把它生产出来、制造之后再试飞。那其实这种程序它是知道是一连贯的。当你这个连贯的程序你都会了，而且每个节点你也都清楚了，你可以用这种连贯的程序去套用到每一架飞机。都是 OK 的。那当然，它在飞机在建模之后，它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把它做成跟可以飞的样子，但是它不一定能飞啊。所以这个航空的知识当然是你可能要经年累月，或者是再去深度学习之后，你才能真正的去让这架飞机变得是一个稳定而且是安全的飞行器。好，那如果说再往后有喜欢的飞机，当然都会尝试着再把它做建模，再把它再做生产跟试飞的动作。对啊，30年花了30年学习跟一直投入啦，就飞到不能飞为止，就是 keep working， 继续走下去。